大家好，如果一个花容月貌、聪明伶俐、努力上进的女孩，在6月份的时候不小心怀孕了，跟着不得不暂停所有的手头上的工作，开始安胎养胎，然后3个月后，也就是9月份的时候，奉子成婚，和心爱的男人匆匆忙忙之中扯了证结了婚。只是由于未知的缘故，一直都没有举办婚礼。等到转年的3月份，孩子终于顺利出生了。结果，这个刚刚晋升为妈妈的女孩，在匆匆忙忙休养5个月后，再次着急忙慌的出来打工赚孩子的牛奶钱了。接着又不知什么原因，1年半后，她又匆匆离婚了。她和那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彼此都献上了最后的祝福。说到这儿，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您是感动母亲的伟大呢，还是唏嘘世态的炎凉呢？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故事的主角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昵称颖宝的赵丽颖。从整个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出拼命的赵丽颖有多拼命。在一线的小花中，最努力的演员非她莫属。然而，她从怀胎、扯证到离婚，前后还不到3年。这段过程之中，她的感情出现过什么状况呢？她的婚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难过呢？这一切恐怕都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一些众所周知的蛛丝马迹、闲人碎语，还是可以让吃瓜的我们看出部分的端倪。在我看来，背后的真相至少有2点，让人特别的感慨、唏嘘不已。首先，赵丽颖是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她凭借着实打实的完美的演技、超可爱的娃娃的圆脸，以及她一路都坚持不懈的打拼努力，成为了内娱一线顶流的明星。因此，她跟王宝强一样，成为了亿万粉丝追捧的草根英雄和励志楷模，可谓实至名归。然而，这么一个光芒四射的流量巨星，在整个从奉子结婚到缘尽收场的反转剧情中，从头到尾都扮演着一个相当被动、语焉不详的角色。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常理，赵丽颖、冯绍峰2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就算不像黄晓明那样包下展览中心，宴请2000嘉宾，至少走走形式，一切从简，也可以走过场，对公众有个交代。毕竟当年2人的恩爱和幸福都是有目共睹的，理应得到所有人的祝福。结果呢，是没有结果。赵丽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吐露出7个字，算是敷衍过去了，也就是因为怕铺张浪费。这理由很聪明，也很牵强和无奈。聪明是无懈可击，因为赵丽颖打小就在农村长大，知道钱财都是血汗，来之不易，所以一直都勤俭持家，能省就省。问题是，赵丽颖也是相当大方的人，她经常身先士卒做善事，参加过无数次慈善晚会捐款，还出钱给自己的家乡修过路。所以知谦识俭的她，也绝不会甘心情愿的把生命中最重要的环节都忽略掉。试问哪个女孩没有公主梦？哪个新娘不想披婚纱呢？因此，没有婚礼的赵丽颖，是因为她碰上了一个阶级观念很深、门第想法难改的大户人家。因为她再红、再努力、再厉害，也无法改变自己农村的背景以及打小贫寒的出身。在讲究门当户对的高端人口当中，冯绍峰父母就算不是呼风唤雨的家族势力，也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士绅。家里唯一的独苗结婚了，居然连个像样的婚礼都不办。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无论赵丽颖家怎么想，冯绍峰家都不待见，因为怕丢脸。放眼整个中国，再没钱的人家操办几桌流水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这个10亿身家的冯公子呢？退1万步来说，就算冯家不想出这个钱，赵丽颖投点小钱，照样能风风光光的出嫁呀。婚礼是每一个女人一生一次的美好愿望，无论清贫还是富裕，无论简洁还是铺张，
都是一个青春的符号和记忆的象征，最起码也是对女人的肯定和尊重。天底下真找不出多少拒办婚礼的人家出来。话说回头，冯家或许也有难言之隐，那就是感觉丢不起人。因为如果置办2个人的婚礼，就代表2大家庭的正式结合，也就是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赵家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冯家最终要走到一块儿了。大家可以尽情的脑补一下这样的场景：当身光颈亮的少峰爸妈带着百达翡丽跟2手粗糙不善交际的亲家握手言欢客套敬酒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化学效应以及思想火花呢？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现实。因此，赵丽颖在婚前就大方地表示过，自己最喜欢的婚礼方式就是2个人一起去海边走走。她的背景词就是避免尴尬的情形出现。她甚至透露说，拍完结婚照就去苏梅岛，然后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不用再出来工作了。说实在的，这种构想很务实，也很可行，毕竟实力和财力都摆在那儿。然而结果呢？结果就是刚刚做完月子不久的赵丽颖就匆匆忙忙的出来工作、拍戏赚钱了。虽然赵丽颖就是个拼命3娘出身，干什么事都像玩命一样，这一点而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佩和尊重。然而敬佩和尊重的背后就是长长的叹息了。因为产后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宠爱、被呵护、被照顾。然并卵的是，产后就付出，这正常吗？事业心比身心健康更重要吗？晋级为母亲后，因为孩子太小，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这个年轻的母亲，所以拼命的赵丽颖开始两头作战，一边是亲力亲为照顾孩子的一切，还要事无巨细；一边是工作压力没日没夜，非常的苦役。要知道，内娱的演艺圈，其健忘度堪比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修罗场。原本想着喂马劈柴、春暖花开的赵丽颖，急着产后复出，急着抓牢粉丝，到底是为了啥呢？很明显，就是为了那与日俱增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且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如此。于是乎，长达51集的古装剧《有匪》在播出之后略平逐潮，非常的遗憾。因为大家所看到的那个曾经漂亮无比、聪明灵动的女神赵丽颖，因为两头不着岸的沉重的压力，即便浓妆之下也遮掩不住丛生的疲惫。无论她那明显凹进去的眼窝，还是她那开始耷拉的双眼皮，甚至浓浓的眼妆后面她那双开始无神的大眼，都在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字，叫累，或者说2个字，好累。产后的赵丽颖要接代言，要考驾照，要照顾家里屋外，要养家糊口，甚至比以前更忙碌了。吃瓜群众在她结婚送上祝福的时候，哪个不是发挥了十足的想象力，去想象赵丽颖生娃之后十指不沾阳春水，锦衣玉食爱相随，那种正牌富贵人家的尊享生活呢？因此现在的爱情故事已经没有了想象力，限制了想象力。赵丽颖的结婚离婚正正揭示了2个残酷的社会真相，一个是阶级观念所导致的扯证不完婚的隐形的现象，一个是女人产后就复工的显性的压力。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励志女神赵丽颖也无法幸免，因为婚姻不同于事业，可以设定若干的小目标，婚姻压根就没法一个人说了算。赵丽颖的事业是她一个人的事，赵丽颖的婚姻关乎2个人的事，甚至可以说是2个人背后的2大家庭的事。门当户对或许是她的婚姻没有跨过的一道坎儿。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赵丽颖绝不是吃瓜群众眼中的傻白甜，
她有着无数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和执着，聪明与冲劲儿。独立和自信的赵丽颖，离婚后还是那么的独立和自信。暂时的挫折没法打垮她，死扛的倔强注定可以帮助她走过更多的高山低谷，突破更多的人生险阻。